Hello，大家好。上个星期呢，我去了墨西哥看我的表姐。我之前在 YouTube 上面分享了一张墨西哥博物馆的照片，想让大家猜一猜我去了哪里旅行。有一个朋友呢猜我去了欧洲，其实是墨西哥哦。我和我的表姐从小一起长大，所以呢感情非常的好。趁这个机会，我邀请她一起跟我做了一个 podcast。所以在之后的视频当中，你们会听到我和她的一个对话。我们聊了她在墨西哥的一些经历，墨西哥的餐厅服务，以及我们的感受等等。因为我们录的是音频，所以在之后的视频当中呢，你们看不见我们的脸，但是那些重要的词汇或者比较难的词汇，我仍然会在屏幕上给出提示。那在视频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会一起来回顾一下，在今天视频当中，我和我表姐的对话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。并且所有的对话文本呢，我也会放在 Patreon 上面。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可以去那里下载。链接呢，我会放在视频下面的 description 当中。在听对话之前呢，我想先插入一个小广告。在我的 Patreon 上有一个 collection 叫 Chinese Podcast。在第一季当中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10个很有道理，可以带给人思考的小故事，并且给大家词汇的解释。那每一个 podcast 呢，在5到6分钟左右。如果你们坚持听的话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大家提高听力，扩大词汇量。我把第一个小故事的链接也放在今天视频的 description 当中，欢迎收听。好了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和我的表姐都聊了一些什么吧。Hello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在今天的 podcast 里面，我们请到了另一个人，他是谁呢？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莉亚。莉亚她是我的表姐，然后表姐呢就是我爸爸妹妹的女儿。莉亚，你可以告诉我们现在你住在哪儿？现在我住在墨西哥，墨西哥城。所以呢，我现在也在墨西哥，然后这一次我请了5天的假，然后从加拿大飞到墨西哥，主要是来看我的表姐。然后问一下莉亚，你在这儿住了多久了？我2007年过来的，那到现在，将近17年。17年真的非常久。那你觉得你在墨西哥住的习惯吗？很习惯，非常习惯，很喜欢墨西哥。所以现在你在墨西哥就是生活、工作，对的，我现在在墨西哥生活工作，然后偶尔，1年2年可能会回一次上海看看爸爸妈妈。然后你觉得你更喜欢在上海的生活呢，还是在墨西哥的生活？没有办法这样比较，因为毕竟上海是我的故土，所以就只能说目前更习惯墨西哥的生活，因为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节奏。那墨西哥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喜欢呢？刚开始的时候，首先就是天气，因为四季如春，经常蓝天白云，空气质量也比较好。但是近几年，阴雨天气也开始多起来了，极端气候也多一些，所以没有像过去那么喜欢。之后随着在墨西哥住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对墨西哥，就是人文了解多了一些以后，也会越来越喜欢这里。就是你说的是开始喜欢墨西哥的文化。对，包括这边的人，很淳朴，很热情，就是
在你会了这个国家的语言以后，可能会跟这个国家产生更紧密的连接。其实你刚才说到，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非常的热情友善。那我来墨西哥2次，我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？是10年，2015年好像。2015年，所以基本上差不多是10年前、9年前，9年前。是的。然后我觉得我2次来墨西哥，给我的感受也是，就是人民就比较的热情。然后虽然我是不会说西语的，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，感受到他们的态度。对，然后就是很欢迎你的那种。对的，对。而且特别是在餐厅里面，我就觉得服务特别的好。基本上，我在这边也会觉得墨西哥人，那种良好的服务，感觉像深入了基因一样的感觉，就是他们本能的愿意来跟你产生一种很好的连接，很好的互动。对，确实是这样子。然后就像我们昨天一起去了一个小镇，对吧？对，叫丑露拉。丑露拉它是在哪里？丑露拉是属于布埃布拉，也是墨西哥100个就是魔幻小镇之一。然后它那里有世界最大的金字塔，所以就是带你去看一下。然后虽然只住了1晚，但是我们体验都不错，因为这次我们换了一个新的酒店住。是的，然后那个酒店好像就我们一个人，对，就我们一家。它一共是7个房间，一共是7个房间，对，是一个 boutique， 对，但只有7间房间。对，然后可能现在是不是旅游淡季？因为刚刚经历了一个就是小假期，因为总统换届选举的关系，正好有一段小假，加上之前的墨西哥的国庆，就是可能属于就是旅游的可以算淡季吧。而且我这次来，因为我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查气候啊，或者几月份来比较合适。因为我来的话，我主要是为了想要就是来看看你。然后呢，没想到就是在我来前几天，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他说最近是墨西哥的雨季，他说你怎么会选这个时候去？是确实，你来了以后，我们也经常碰到下雨，但总体对我们的行程影响也不是很大。对，而且你来了以后，第2天、第3天早上都是出大太阳。对，我来基本上是早上天气都很好，然后到了下午，对，傍晚开始5、6点钟开始下雨，对，就开始下雨，但是下雨的时间也都不是很长。是的，所以我也并没有觉得雨季对我们的行程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对，几乎没有。对，所以总的来说，我还是觉得，我也挺喜欢墨西哥的，因为我觉得，特别是那种酒店啊，然后还有餐厅的服务，真的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对，就是也没有好像特别的就是假热情，或者是让你觉得过于殷勤了，就是没有到殷勤的程度。对，但是就是让你感觉到热情和舒服。就是那个分寸还是把握得非常好。然后这就是让我会跟加拿大的餐厅的有些服务做一下比较。我就觉得加拿大怎么说呢，就是它属于一个发达国家，但是我平时去餐厅吃饭的话，我确实觉得就是他们餐厅的服务没有墨西哥那么好。可能因为我去看过你一次嘛，然后我现在倒是回忆不起来，就是有什么特殊的经历，就是也没有让我觉得有可以抱怨的地方，但是也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很惊喜或者很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很平淡的一个服务，就不在我的记忆里面。可能我觉得跟每个地方的人有关系，因为我觉得墨西哥可能还是属于，因为是南美嘛，相对来说是比较热的嘛。其实你知道，在地理上，墨西哥是北美，但是在文化上，我们经常会说南美，对，会觉得它是南美，因为南美的人民好像就南美的天气可能会比较热一点。对，就是感觉这里整体的人，就是一种积极向上，
就是有多少钱都能够活得很开心的那种状态。对，然后我不管是干什么，我都能从中找到乐趣的感觉。是的，你说的一点没错。我觉得可能一个国家的气候也会影响，就是住在那儿人的性格。因为魁北克你也知道的，就是很冷很冷，而且一年我们说只有2个季节，一个是夏季，一个是冬季，而且冬季的时间又非常的长嘛，所以可能相对来说那里的人就会对，已经冷得笑不出来了。就性格上可能就比较冷淡一点，没有像墨西哥那么的就是热情，对，所以可能真的是有这方面的关系。好，今天关于就是文化，就是墨西哥的文化，然后加拿大的文化，我们也聊到了一点点。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这就是我和我表姐对话的所有内容了，你们都听懂了吗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并没有准备对话的内容，所以呢，所有的对话都是即兴的。你们可能也已经发现有些句子并不完整，对话的主题呢也并不是非常的明确，但是这就是聊天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。生活圈子是指你生活中接触的人事物。为了避免无聊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。他的生活圈子很小，每天不是工作就是家里，也没什么朋友。四季如春，一年四季气候温暖宜人，都像春天那样。我喜欢这个城市，它四季如春，很多人退休后都来这里生活。没想到，没有料到，意料之外。没想到他们居然结婚了。我真没想到你会来。分寸，指说话或做事的适当标准或限度。你开玩笑也要把握分寸，不然让别人很尴尬。他这个人做事很没分寸。宾至如归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，形容招待客人热情周到。这个旅店的服务很棒，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即兴，事先没有任何准备，只是就当时的感受创作、表演或演讲的。我和我的表姐没有准备这个对话，所有的内容都是即兴的。她在上课的时候即兴创作了一首诗，真厉害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我在 Patreon 上面还给大家提供了其他的一些中文学习材料，欢迎大家光临。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